大家觉得泡完酒的红枣该如何处理呢？第一种方案，烘干。用小型烘干机低温模式，理论上酒精会蒸发掉，烈酒的刺激感基本上会没有，剩下的就是略带朗姆味和人参滋味的红枣干了。大约48小时后，蒸的比原来的红枣都干，品尝一下。整体感觉是一种带着朗姆味、长着红枣样，吃起来是纤维感，可以练习咬肌，但不太好吃的一种干果。玩一下还行，销售的话就有点坑人了。第二种方案，蒸馏，类似传统白酒的蒸馏原理，下面是水，上面是带酒精和香气的食材，冷却方式和材质不同而已。常用的有3-4种主流的蒸馏器，具体口感影响是否明显，等以后会做一个专门的实验。这次先蒸馏的19度枣味蒸馏酒约500毫升，这种浑浊的形态是不能用的。于是我进行2次蒸馏，2次蒸馏可以让杂质减少，酒会更纯净一些，当然果味也会减少，所以并不是蒸馏次数越多酒越好。最终得52度枣味蒸馏酒170毫升，品尝一下。枣以香气的形态呈现在前口，中后口寡淡，直接喝没啥优势。基于它后口寡淡的缺点，咱们再做一次加工。浸泡，我用它为基酒，替换掉朗姆酒来浸泡红枣和人参。严谨期间，我又同时做了一瓶朗姆酒为基酒的，以方便成品的对比。10天后开封。细品的话，2次蒸馏的枣味在前口的确丰富了一点，但后口朗姆酒的清甜感没有。多了前口微妙的亮点，却少了后口大的层次，怎么看都不划算，还是用原朗姆酒浸泡更合适一些。这次我减少了红枣用量，从而甜度降低了一点。作为弥补，我增加了一点点人参的用量和基酒用量，酒感明显了一点点，层次感也更加丰富。基于新的配方，我做的第2批人参红枣酒已经上线，欢迎品尝。因为设备需要定制，第1批将近半吨的红枣最后也没蒸馏，据说一个放羊的拉回去喂羊了，也算物尽其用了。如何把5颗红枣做成一杯气泡酒呢？第一步，浸泡。先把40克的5颗红枣剪开，然后蒸10多分钟。晾凉后放入浸泡罐，再放入 0.45 克3年的陈皮，最后倒入降至23度的朗姆酒120毫升。10天后就是接下来的第2步，过滤。浸泡后的红枣酒用2级滤网过滤，5分钟后就可以得到88克的陈皮红枣酒，大约15度，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浸泡酒。那如果你用11颗红枣、1克陈皮、273毫升朗姆酒，那你就可以做出来一瓶200毫升、价值39元的陈皮红枣酒。接下来我们就是用它进行再创作。你是真是个天才。第3步，调配。按照常规操作，330的杯子里加入冰块，再倒入88克的陈皮红枣酒，然后气泡水补满，就可以得到我预期是4度的气泡鸡尾酒了。品尝一下，水加多了，后口寡淡。后来我又做了试验，当酒和冰加气泡水的比例在1:1以内时，后口才有滋味，但酒精度就会达到8度左右。这个度数的气泡酒是很容易醉的，所以我得想办法在降度的同时还要有滋味。替换水最好的选择一般是苹果汁，于是少量冰块降温，88克的陈皮红枣酒，剩余一半的苹果汁，最后气泡水补满。再品尝一下，虽然后口还是淡，但整体好了很多。然而又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气泡感不足，导致入口不够过瘾。烦死了！怎么办呢？打气，就是打二氧化碳进去。72克的冰块，88克的陈皮红枣酒，170克苹果汁，放入气弹，准备启动。品尝一下，入口是枣的甜，中口是枣香和陈皮的点缀，后口是苹果的清爽感，回味又是枣香。
基本上是产品级别了。大家觉得装到小香槟瓶的话，售价多少钱合适呢？这是2.8块一斤的原糯米，据说通过磨去表层，可以让酒的口感发生质的变化。这是没有磨的，这是磨去 30% 的，这是磨去 50% 的，浪费了一半的重量，口感到底如何呢？开工。第一步，泡米。把原糯米用清水冲洗3-4遍后，再倒入净水中浸泡1晚。第二步，蒸米。浸泡完的糯米倒入蒸屉，100度蒸40分钟，然后倒出来晾凉。第三步，拌曲。晾凉的糯米分别按照500克糯米加入200克凉白开和1克甜酒曲的比例搅拌均匀。第四步，糖化。拌匀的糯米放入发酵罐，30度左右的环境有氧发酵48小时，就可以把米中的淀粉转换成糖和酒了。第五步，二发。48小时就能看到明显的酒汁了，但这时候的含糖量太高，需按照500克米加入500克凉白开的比例进行第二次的厌氧发酵。第六步，榨酒。1天后过滤出酒汁，这就是古代的米酒。看，酒液是白的，所以这也是古代称酒为白酒的缘故，而并非现在透明的蒸馏酒。品尝一下，没有磨过的普通米甘甜可口，已经是琼浆玉液的感觉了。但磨去 30% 的米，滋味更加纯净，用一尘不染形容这个感觉非常合适。那磨去 50% 的米岂不是怎么说呢？干净是干净的，但干净的连滋味都少了很多，有点寡淡的感觉了。相比起来，还是磨去 30% 的滋味更平衡实用。糯米的外层是蛋白质和脂肪，全部做酒的话，它会带来一些杂味。磨去 30% 时，杂味少了，米芯儿带来的甘甜会更加突出。而磨去 50% 时，剩下的全部是糖，做出的酒反而因没有滋味而显得寡淡，或许用它做果味米酒更加合适。我们继续。第7步，调配。按照以前的工艺，适当的加入米烧，最终实验的16度时是酒体最平衡的状态，这也是009 16度的由来。无数次试验的配比可以恰到好处的把米酒的甘甜和酒精的刺激融合在一起，酒曲中的草本带来淡淡的香气，干净的口感中赋予了酒体一种东方的名贵感。而我们的制作过程还差最后一步。第8步，澄清。把活化好的澄清液倒入调配好的酒液里，1个多月的沉淀后，过滤出上层的清澈液体。经过这一轮的试验，发现磨米对酒的口感影响很大。那种让甘甜更加纯净的做法，我觉得是振奋人心的尝试。以后再考虑加入水果或花或茶的，以及做成气泡类的。我觉得这种创新远比营销的创新更有意义和价值。这款酒的难点是磨米，市面上没有磨好 70% 的。磨米这事儿实在搞不定的话，可以试试009的这款16度，还不错。